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呢由正在传基金会支持所进行的线上的公益分享。大家好，我是光中心的介伟。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这个系列的主题叫做一的法则一的法则的高维讯息那其实呢可能一的法则我第一次接触呢，大概是在我30岁的时候，大概就是在20年前。那时候呢，在中华新时代协会就是王继庆王姐的协会的时候呢，那时就碰到了一个后来呢就是这个一的法则的翻译者这个志工翻译者叫 Terry。我们今天呢有这个中文版的可以阅读呢，那真的是这位幕后工程 Terry 徐，然后他的翻译，那当时我就有看到他有翻了一个版本，然后交给这个王姐的这个手稿，从那个时候知道一的法则。那可能各位朋友呢，知道说我跟福常分享的很多，其实都是所谓的新时代的这个 New Age 的这些思想可能包含从与神对话、赛斯、欧林、奇迹课程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呢，这个一的法则呢，其实呢，它是来自这个外星的高维讯息。那或许呢，有很多喜欢身心灵的朋友或喜欢灵性的朋友都知道说，现在网络上很红的讯息，包含有这个巴夏啦 ，OK。那可是呢，其实大家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呢，常常在谈这些神秘学的网红，可能包含什么马莲姐啦，什么K 歌啦等等的，大家会发现，以前呢都是这个宝洁在关键时刻分享这些埃及金字塔，然后这些外星文明。那可是呢，自从这个 YouTuber 兴起之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网红都有分享过这类的主题，然后包含一的法则，我发现他们也往往都会用2、3集来介绍它的这个内容。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想要了解一的法则它大概的来源的背景的朋友，其实我今天也会用前面的时间大概20分钟先做一个它的背景的这个介绍，但是我想把时间呢比较放在，因为可能这些网络上分享的朋友，那因为他们比较着重在这个一的法则它有趣的这个背景资料，它的来源等等。但是呢我们既然是身心灵的讲座，我希望把时间比较聚焦在一的法则里面，谈到了我们现在地球到底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以及呢大家都非常关心跟在乎的，我们知道有各种不同的修行法门在各种宗教里面，我们听过有很多人希望明心见性，很多人希望断轮回，很多人说我希望从地球学校毕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一的法则，这个来自第6维度的这个外星讯息，它到底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面临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想从地球学校毕业，想要扬升的朋友们，那么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以及会不会有那种不落俗套的方式或者是不落俗套的这些标准，然后呢，才能够因为他说这个今天的这个讯息一的法则讯息的这个来源者那个 Ra。然后他说他来自第6密度，然后他呢也并不是直接从上而下，他也是由下而上。他曾经呢他们的这个星球其实呢是曾经在金星上面然后居住过，他们跟我们一样从第3密度然后往上爬爬到第4密度，然后第5密度、第6密度，你就可以想象，就像小学生升级一样，我从3年级变4年级，变5年级，变6年级，所以他是我们在扬升的道路上面的学长学姐，所以他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地球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要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挑战。好，然后呢，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帮助，不论你是想断轮回，不论你是想要扬升，想要从地球学校毕业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怎么走我们可以怎么做？好，那这个是我今天打算分享的这个内容。好了，那既然呢说到了一的法则，我们可能要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还是了解一下它的基本背景那这个 Law of One 我们看到画面上的这位女士呢她就是接收这个一的法则的讯息的这个灵媒。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位灵媒卡拉鲁科特女士她已经在7年前然后已经往生了，这个是她年轻时候的照片。那这个讯息的这个来源呢它跟我们画面上的这3位很有关系。这个爱与光研究所呢是中间的这位教授他是因为资料太多了，所以我有做了一点小小的笔记怕有一些名词上面的这个说错，所以今天我会翻一下这个笔记。
他是路易斯威尔大学的这个物理系跟工程系的教授唐，然后他是最早在1955年的时候呢，就取了一个这个名字爱与光研究所。没有想到呢，这可能是命中注定的一个灵魂蓝图的一个安排跟约定那他后来所接的一的法则呢，其实就跟爱与光我完全的高度的这个吻合。爱与光就是一的法则的变貌我们待会会来分享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来看到所以呢这位博士，然后他左右的这2位呢，都也是路易斯威尔他是教授然后左右这2位呢，都是路易斯威尔大学的这个硕士。然后我们看到画面上右边这位留胡子的比较年轻的这位男士呢他是 Jim 他很有趣，他是拿到那个教育学的这个硕士以后，然后为了研究这个意识的这个进展，就自己到山里面呢去就一个人独处然后进修了6、7年，然后再回来，然后才在这个1962年的时候才加入这个中间这个唐教授他的爱与光研究所。然后呢，左手边的这位呢卡拉他其实在这个教授在教学的时候，他才是一个19岁的这个路易斯威尔大学的这个大学生而已但是他后来一样这3位都是学霸就是1位博士，然后2位硕士。那其实呢，整个的组织的成员呢就是他们然后他们就设定了一个目标，想说呢来接看他们想要接触呢所谓的这个基督意识因为呢这个教授自己本身虽然是教这个科学的，教物理跟工程的，但是呢他曾经目睹过当时的一些奇人，包含有一个很会弯汤匙的那个尤里盖瑞，然后包含呢有一些当时特异功能像那样子的表演，然后甚至还有 UFO 这个等等的这些事件，他就打破了他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头脑，所以呢他就兴起了这个念头，他想要了解。所以呢他既然辞去了12年他的这个大学教授的教职，然后呢去开那个波音727然后当驾驶员，然后一方面呢可以赚钱，然后周游世界，然后一方面呢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反正简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们3个人组成的团队呢，开始就用通灵的方式。我们来看画面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资料。对，我先说一下，我在今天的这个最后，我们会分享目前所有的这个一的法则的中文翻译资料，在 Terry 的这个努力之下，我们其实有合作成立了一个网站。其实我只是支持那个网站的应该说它的那个形式那个程式，还有它的这个伺服器这个由我跟我们光中心来支持。那其实内容呢都是 Terry 他在这个维护的。我们已经把Terry 已经把所有这个目前都是合法的，然后有爱与光研究所他们授权把所有一的法则的106场的通灵资讯，然后跟所有的这个50几万字的资料，然后甚至包含后面延伸的种种资料等等，我们已经Terry 已经完全中文化也包含这个对岸这个大陆朋友的这个努力，然后我们都放在网站上，那大家可以合法免费的这个下载，然后跟阅读。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们的这个通灵方式是这样子的，然后是由这个卡拉然后因为他敏感体质 ，OK， 好，然后由他呢来进行接讯息。然后你看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信仰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前面通灵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然后他遮住眼睛，然后呢他会有他的这个上面有圣经然后他喜欢的这个一些像那个圣坛上的东西，然后摆在这个地方。然后旁边呢，我们看到就刚才画面上左手边的这个大胡子这个 Jim 他会在旁边呢，就像我们很多上灵性课程的朋友一样，他会持续的导光，然后传递给这个卡拉，然后让呢他在这个通灵的过程能够保持较好的能量状态，然后跟讯息的就是能量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很像充电嘛，他才可以接讯比较久，否则是很辛苦的然后上面呢这一位是这个唐这个主要呢这106场主要呢都是由他来发问所以他会有个笔记本，然后来做这个制作。那他们呢本来呢在接的过程，他们本来只是思考说要接到有关于这个高维意识的，所以他们就想说依他们的信仰，所以觉得最直接的那应该是这个基督意识吧。所以呢他们每次通灵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在那边接收讯息，不知道会接到什么时候，他们初期的时候就只要有灵体感觉到有东西要接触的这个卡拉，他们都会用我们在灵性课程上所说的你感觉到有外面的存有要跟你连接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用提问的方式
啊，那你是来自于哪里啊？你是不是为了我的高善而来？然后你是不是来自于这个高的维度啊？他们的发问方式是你是不是来自这个基督意识啊？假如不是的请走开。好，OK，那这个结果呢，大概在1981年的这个左右，他们呢连接到了一个强大的一个能量，然后他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意识来自基督意识？假如不是的话呢，请走开。OK， 好，结果发现呢，哎，这个存在没有走。然后感觉它力量非常的强大，然后呢，他们在1981年的1月5号呢，就是正式的就开始怎么样通上了这个讯息，然后从此以后呢，从1981年的1月5号一直到1984年的3月，总共进行了106场的这个通灵资讯跟资料，然后呢，这个灵体呢说它是来自于这个高维的意识哈，然后呢。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接到的这个存有他到底是谁？他说他是 Ra。他说他是 Ra， 有时候我们中文就直接给他写就是拉这个发音Ra， 然后他说呢，他是来自于星际邦联的这个 Ra 就可以带出几个东西了哈。Ra 呢几个关键字，第一个他说他是来自于这个星际邦联是已经得到这个星际邦联的土星议会的同意然后他才来跟地球人做这个接触的。然后呢，卡拉的这个研究团队这个通灵小组呢，然后得到了他们的应该说某一种程度的认可，他们感知到他的这个起心动念以及这个团体的这个目的呢，所以就开始连上了。我想就很像这个Jane Roberts 他连接这个赛斯，然后萨纳亚连接欧林等等然后海伦教授连接奇迹课程。好了，反正呢这个时候呢就讯号就开始下来了。然后星际邦联是什么？各位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把它比喻成就好像是在银河系里面呢这个叫做很像我们在地球上有联合国。那在银河系里面呢，有那种已经这个进化到某一种高度以上的已经进化到某一种维度以上的这一些银河系里面的这个文明，他们也组成了一个类似我们地球上的这个联合国所以他们叫做星际邦联。然后呢，当时的资料显示，大概有50几个这个外星文明，然后在这个星际邦联里面，他们形成了一个像是一个星际联合国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好，然后呢，这边的外星文明的维度呢，大部分都在第6维度，然后到第8维度之间或者第8维度以上。我们待会会介绍维度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暂时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现在不是小学生有分1年级、2年级到6年级吗？然后很多国外的学制，他们不称之为初中、高中，可能直接就称7年级、8年级、9年级、10年级，一直到12年级等等。好，那就是一阶一阶的这个意识状态的这个高低我们待会会做详细的介绍。所以星际邦联呢，他们现在呢有一个议会在哪里呢？在土星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土星呢，在目前我们地球的科学家，我们在第3密度，我们应该这样讲。先说明一下这个密度跟维度我们常常说我们地球在这个3维空间，这很多时候是从那个数学模型来的，那个长宽高的那个3维，然后有很多人加上时间轴就说这是4维空间这个概念不一样。这边谈的这个密度或维度，并不是我们数学上的那个长宽高。我们以前学数学的 x 轴、y 轴Z 轴要画这个3D 立体图的时候的这个部分，不是它的密度跟维度呢，比较像是它的振动频率它的那个频率的高低，然后这个频率呢，跟我们待会会谈到宇宙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经纬粒子这个光有关联性，因为光越密集的地方光越强大的这个密度频率越高的地方，代表越多的讯息然后代表可以承载越多的讯息，然后就有越多的这个智慧，你就想象好像是更浓的这个光一样。所以待会我们会再做这个说明。那目前呢，在我们地球这样子的科学状态，以我们地球文明的科学状态说土星好像我们的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土星是一个气态星球所以在看上面什么都没有对，因为呢他也说我们现在的确很难看到，因为根本看不到，因为它的维度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密度越高，振动频率越高的，就好像那个电风扇，它转快到某一种程度，你叶片已经看不见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地球现在才刚刚迈入所谓的第4密度，他们已经到这个第6、第8密度的那个状态底下，我们目前的科学仪器呢是感测不到的但是目前银河联邦的议会呢，目前在土星环上有一个所在地就想象联合国有一个机构在那个地方好，那再来
然后 Ra 是谁呢 ？Ra 他不是一个个人啊，就好像我们新时代里面有名的，包含亚伯拉罕教这个心想事成的亚伯拉罕讯息这个Hicks 伊斯特希克斯女士她所接的讯息，她说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个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我们是一个集体意识Ra 也一样。Ra 呢，他称呼他们自己是一个已经到达第6密度的一个社会记忆复合体。什么叫社会记忆复合体？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Star Trek 那什么企业号有没有？或者有时候翻译成叫进取号，就是那个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 IP， 一个科幻大 IP 那个这个企业号，有时候翻译成银河飞龙之类的。那以前呢，看到那个探险他们那个太空船代表人类说人类进化到某个程度，然后有这个我们成立了这个星际舰队星盟舰队，然后去探索未知的宇宙。那曾经就有一集呢，就碰到哇，有一个外星族群，他们虽然看起来是10几个人，可是其实呢，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全部都这个心电感应，然后一个人知道呢，所有的人然后都知道，才发现呢，原来他们的意识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呢，他们还是有一个一个可以分开的这个不是那么实体，不是像我们那么坚硬的这个身体，可是呢，他们的这个意识等于就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意识状态。那 Ra 呢，第6密度社会记忆复合体呢，它就像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呢这个待会会说到，我们地球呢，其实现在也要开始迈向这个地方。由于呢，他们的这个意识状态，然后高度的进化，然后呢，进化到第4密度以后就想让我直接用年级来比喻，你只要从这个你只要进步到这个小学变成4年级的学生以后开始然后你的这个心电感应能力其实呢就开始会打开，然后大家的这个意识状态跟智慧状态呢，我们可以感知这个彼此。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与神对话讯息里面说的完全的透明化。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不太有办法说谎，因为我就知道你讲的是不是真的，所以你讲谎话立刻就被人家知道了，那何必嘞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地球上那种老夫老妻，不是感情不好的老夫老妻指的是感情好的老夫老妻，只要他经过了几十年的这个相处，然后夫妻2个已经非常非常有默契，然后呢，我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你都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这2个人是不是就像融合成一体一样？那只是呢，他们已经进化到他们整个的社会的这个存在，其实就变成像一个集体的这个意识。所以他说呢Ra 呢，他说他代表的是他们的这个文明这个第6密度的一个，他们是来自于这个第6密度的第6密度不止他们的这个文明，那只是它是第6密度的社会记忆复合体，他们自称 Ra。好，然后这个 Ra 呢，为什么旁边要放一个埃及的这个图像？其实呢，这个是埃及他们称他们的这个叫做太阳神刚好名字也叫做 Ra 这是巧合吗？不是这个那个 Ra 就告诉这个通灵小组就是L and L 这个爱与光，因为 Love and Light 嘛这个研究所的这个通灵讯息就告诉他们他们曾经呢试着呢跟地球人接触，那比较知名的这个接触在历史上有几次的接触，那我就讲比较重要的就好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较为次要的接触，我想大家就像我说的，大家上去看那个YouTube 上面可能包含马玲姐等等，他们其实都有谈到这个的部分，就是在11000年前那这个星际邦联还不是联邦星际邦联那他们呢曾经接触了地球的2个文明有一个呢到南美洲去了，有一支部队就想象很像我们现在科学家，然后进到这个比较落后的这个非洲，他们还未开化的比我们文明看起来比较落后的这个原始部落，然后呢去进行某一种的这个协助。那有一支呢到南美洲去，有一支呢就到埃及去，在这个11000年前。然后那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那时候呢有一个法老，他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这个观念，然后同时呢他自己是真的有所这个理解，然后因此呢这个 Ra 呢就出现在他的这个眼前，然后教导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的法则。简单的说，这个一的法则呢，假如用3个英文字来说的话，就是 All is one 所有的东西这个都是这个一体的这个一切万有，所有东西这个都是它然后都是它的这个那个一的那个一部分。好，
然后所以呢，这时候呢，在埃及的这个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就是画面上考古学这个挖出来的这个阿肯纳顿的这个头像，然后大家都说他的头骨长得非常的特殊，然后特别的长哈。那我们简单的说，阿肯纳顿呢，在历史上大家可以去查得到，在他之前的法老跟他之后的法老，他们相信的文化都是所谓的多神文明，就是说多神文化。什么都有神，那个可能火也有火神，水有水神或什么。可是呢，历史上只有阿肯纳顿上台之后，就独尊太阳神，告诉大家说这整个宇宙就一个神而已。那称之为这个Ra， 就是一的这个法则。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因为呢，这个观念其实当时蛮先进的。然后呢，以及待会我们会谈到一的法则的那个灵性的那个意涵，然后对当时候的人类来说有点超前了，就是很像说我告诉你这个4年级、5年级的课程，可是当时我们人类呢，可能才是刚刚进入3年级的这个阶段太深了，你教我4年级、5年级的这数学听不懂 ，OK， 所以造成什么事情？因为阿肯纳顿他当时倡导这个一神教之后或者一神文明之后，本来以前埃及祭司大家都听过埃及祭司，好像很有力量好像很多人在催眠中都看到自己是埃及祭司本来各祭司掌管各种庙，有各种的这个利益，对不对？我管火神庙，你管水神庙等等的。当变成一神文明之后，我的位置都没有了所以呢，当这个法老这个一过世之后呢，马上呢这个整个的文化又被翻成这个多神文明，同时还造就了一个接下来就是很精彩的几张照片大家看一下，我在网络上呢这拿到的这个埃及的金字塔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然后大概说到埃及文明大家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未解之谜就是金字塔到底是怎么造的？有工程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说什么动用了20万人，然后用了20年跟那个建太基马阿林差不多说然后去建造的。可是事实上呢，去过这个埃及金字塔的朋友就知道，你会发现好像这个科学上说不过去。它总共230多万块巨石，然后呢，每一块石头呢，大概有一个人都有一个人那么高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几张照片，都有一个人然后这么高，然后每一块呢重达2.5吨以上然后甚至有的是这个10吨，各位朋友，2.5吨是多重啊？是2500公斤呢。然后它最近的能够采到石的这个采石场在800公里以外。在800公里以外，然后在那时的科技要把它运到这个地方来，那它最惊人的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到目前科学未解之谜，大家都知道这些石头大家看这个是人等高之外，你看这些人在这个石头旁边。大家都知道说，他连一个小刀片，你的美工刀都插不进那个石头跟石头之间的缝隙。这么大的石头，它是怎么切的？然后230万块的石头，它是怎么从800公里以外运到这个地方？你说用20万人用20年真的当时有这样的技术吗？哪怕你有这么多人力，你有办法定位定得这么好，然后让它1000年以上的这个不倒然后呢，这个就扯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Ra 说呢，他当时候呢，是由他来建造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大的金字塔这主要的大有几个小的是后来人类去仿制，还有当时细节大家去看就是去仿制去制造的等等。可是主要的金字塔呢，是 Ra 当时协助的，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就真的是用高维智慧的方式。他说石头是活的。石头是活的，他们可以跟石头的这个意识刚才不是说all is one 吗？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那个最精微的这个宇宙的这个最精微的那个你可以说是粒子或是能量所组成。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生命的石头，其实我们待会后面就会讲到这个矿石这些石头地水火风，它们其实也会从第1密度，然后其实进化到这个第2密度，然后再从动物植物呢再往上投身为人变成第3密度。简单的说就好像他说只要能够跟这个石头里面的智能它里面的那个意识去沟通，这时候就好像各位朋友请想想看，现在假如有一个老师在你面前然后大家在玩游戏，或者你是学生，老师说请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你是不是只要听得懂这个命令
好，然后同时你愿意相信这个老师，你愿意参与这个游戏，你是不是听到话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好，同样的原理，都是我们能够跟石头做这个沟通，让他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好，然后呢，他说石头呢就可以改变它的原子结构，就跟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本来放在腿上，现在把它举起来一样，它就怎么样？它就会改变它的形状然后呢去就定位，所以它才有办法建成这么大的这个金字塔。所以他说金字塔现在的这个技术跟这个原理目前我们人类的科学家没有办法做到的确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掌握到这个部分。那结果呢，这个在灵性课程上呢，我自己却目睹了1、2次同学说你移动石头吗？不是，是我们在灵性领域的课程里面，可能大家有听过弯汤匙，利用意念来弯汤匙那一次我就不讲名字了有几个有名的也是在业界有名的老师，那时候我们一起上一个课程，然后这个弯汤匙呢，这后来我没有完成，那我太太完成了。OK， 好，那他们说那个课程上我们有8个人，然后有3个同学很快的30分钟之内就弯汤匙成功，不是用力去掰它是拿着那个汤匙，然后我们闭眼跟他做意识上面的沟通，然后我太太说她会发现说，那个汤匙在某个程度它会好像松动了一样，然后这时候呢，她只要轻轻的碰它一下，然后下那个意念，那个汤匙就弯下去了。OK， 好，然后可是你要再把它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搬不回来，它真的就可以去跟这个汤匙做这个意识上面的这个沟通。可是目前我们人类还没有掌握就是这个很精炼的掌握这个技术，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金字塔。好，再来讲金字塔它的功用是什么？现在在猜是不是这个当时候的国王法老要作为这个他的这个坟墓墓地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是像这个泰姬玛哈陵这个印度很有名的泰姬玛哈陵很漂亮纪念死去的王妃不是。如果说当时候他们是想利用他们的科技，然后帮助人类，当时的埃及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所以呢，他当时候是这个地方，他是要作为一个灵性的场所跟疗愈的场所，帮助埃及人，谁想要得到灵性上面的启蒙或者是要修复他的这个伊德法则称之为新生灵的这个复合体，就是你要你要疗愈你自己这个身心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所设立的这样子的这个场所。好，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埃及金字塔原来目的是这样，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样子的技术跟他好意思，你也想到这些高维智慧的外星人，你可以想象，就像他们的那个意识状态已经到达了我们以前说成仙成佛成菩萨那样子的这种高维意识状态，他当然不会说什么降下天火惩罚谁要干嘛？没有，他当然就是无私无条件的爱的这个帮助，所以他本来是要帮助这整个文明的，可是没有想到呢，当时候我们的3年级的人类那怎么样后来还是呢落入了权力结构当中，就是说他所分享的这些技术跟这些好处呢，还是变成一种贵族的特权，还是法老这些贵族在掌握，然后掌握在手上，然后呢没有放给这个一般的人民。再加上因为 Ra 他们自己已经进化到了那样子的高度，所以对，他们说他们为什么会想来帮地球人？他说，因为当你进化到某一种程度之后，你生命中他们那些高维的密度的生命里面，已经不用每天赚钱了已经没有赚钱的烦恼，已经衣食无余了。他们所发展的全部都是意识上面的。然后我们后面会讲到宇宙的这个一的法则它的第一、第二的面貌，其实就是变成爱与智慧的部分。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帮助宇宙中还其他这个自己的我们都是一体的嘛，哪怕我们是不同的这个种族哪怕长相不一样，你长得像章鱼，我长得像猴子 ，OK 好，但是我们都会想要帮助这个宇宙中其他的这些文明。所以 Ra 说他们自己在金星上的时候，他们在处于第3密度的时候，当时一样有第6密度的高维的文明去帮助他们，帮他们跨过了我们现在地球即将要面临的，或者说已经在面临当中的门槛这是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所以他当时来帮助这个地球人，可是没有想到我们那时的埃及人，他还是把它掌握在这个有权势人的这个手上。同时呢，因为他们已经进化到这个第6维度，刚才说的是社会复合体，共享同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电这个感应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人类没有然后我们人类的沟通主要的又是用语言。
他们发现呢，同样的一个词或者是一句话，30个人可能会产生30种解读，好，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传递啊，所以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埃及是这样，那大家猜猜看，在南美的那一支大概是谁呢？可能是这个玛雅 ，OK， 然后他们说历史上呢，在更早的这个万年前他们在大概5万年前也接触过这个当时候我们的这个列穆尼亚的文明，然后以及姆大陆文明，然后以及后来的亚特兰提斯在这个细节我就不谈了怕扯太远。我们讲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听过的以及比较能够知道的。好，接下来重点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是地球非常重要的关键，然后我们要大力的这个出现，包含很多这个外星文明出现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传统的很多的宗教，或者说我刚才说的，大家去看现在在讲这些神秘学的网红，最近我发现他们还蛮流行讲预言的，都说什么东方的预言跟西方的预言，还有什么各大宗教的预言，好像得到一个类似的结果，说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啦，然后就是什么会天灾人祸啦，反正就是好像都同时预言了这好像是某一种的这个末世文明这样子的这个感觉那真的是如此吗？还是我们现在地球碰到了一个有一句话说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时刻点？那这个不但是对地球很重要，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为什么我会在我的群组里面跟朋友们分享说在这个正在传基金会分享了11年，然后超过50-60场的这个主题，大概这一场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从灵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对现代地球文明其实跟主流社会讲的不一样但是假如你相信，然后以及你追求要从地球学校毕业，刚才说的等等的这些主题的朋友，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一场它是内容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前在那个霍皮族大家可能听过这个美洲印第安人那个霍皮族留下这个预言，说我们人类呢有什么4个时期啦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周期有25000年啦，会先经过一个黄金时期、银时期，然后铜时期，最后再会经过一个铁时期啦然后铁时期之后呢，整个会崩溃掉，然后之后呢再来一次然后再来一次的文明呢，第2个循环就一样会有黄金然后黄金、银、铜，然后铁这样子的这个过程。然后他们说我们现在好像已经到了这个照他们的预言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末期所以呢这个循环要结束了我们好像很严重但是霍皮族我还记得他画的那个壁画是有2条线的，有一条线是可以上去的，有一条线是可以掉下去的那我们来看，然后呢在玛雅的这个这个文明里面，那很有名的这个玛雅历的这个学习跟它的占卜看你今天的运势你是红月亮还是黄龙等等的这个也流行了这个几年的这个时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玛雅的这个文明说有所谓的这个太阳纪，这个太阳纪呢，每一季呢，他说是5126年，大概是5000年的一个周期。然后他说呢，从公元前照这个换算成现在的西元历的话，它的第5个周期，第5太阳历呢，是从公元前3113年左右到刚好呢，这个我们10年前的2012年，就是传说世界末日的时候，刚刚好是第5太阳纪就是也绕完了这一圈那这个5个太阳纪，一季5000年，那刚好是多少年？又是25000年这么巧那我们来看这个一的法则是怎么说的？一的法则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呢现在是从一个第3密度然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第4密度。好，什么意思？好，我们先来这样看。刚才说我们用人来做比喻用我们人的意识这个频率状态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那我们人的意识状态会这样子的进展。那我说连石头都有它的意识，那你说星球有没有它的意识呢？好，所以呢，星球呢其实一样有它的这个意识。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喻那我们知道从新时代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的这个本体是我们的精神体，我们的灵魂，然后呢基于这个灵魂蓝图，我们来怎么样我们来地球这个走一遭，然后因为呢我们要体验我们自己是谁所以很类似那个三生三世的那个什么十里桃花的那种剧情在所以那个本来是上仙，
然后你要下凡渡劫以后，然后有所成长啊，然后才能飞升上神哈，所以要下来历劫以后呢，然后再往上这个升级哈，这个待会再谈，这个跟待会谈到的这个流浪者或者是来地球帮忙的志愿者有关哈。那我们现在看，我们把地球的它是一个我们可以体验我们人生戏剧体验的一个舞台来看的话，我们把它比喻成教室。那这间教室呢，就像我们人会成长，那这个教室它也会成长它以前曾经是1年级使用的，那之后呢，曾经升级变成2年级的这个教室，然后呢，后来呢又变成3年级的教室。我们地球呢现在正在刚刚改装刚才开始那个变成要给4年级使用的教室。那你说这个教室呢变成4年级，跟我们人类意识有什么关系？那既然它挂了牌子说是给4年级使用的教室，换句话说，现在能够在这个教室里面坐着好好上课的，或者是即将可以得到许可证走进这个教室的，是几年级的学生？你自己本身要是4年级的学生，你才能够进来。你是2年级的或者几年级的，你进不来。你至少要是4年级以上的，那么你才能够安稳的坐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地球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1的法则来告诉我们，我们地球呢，其实呢，在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第5太阳纪的那个时候，我们地球呢，经历了3个25000年。经历了3个25000年，然后呢，每一次呢，刚才那个霍皮族他们不是说我们人类会经过金银铜铁这样子的这个阶段吗？好，然后呢，这个呢，其实呢，在现代的这个星际的这个外星的研究里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上面呢这个左手边这个小小的这个红色的部分是我们的太阳系。我们太阳系呢有我们的这个9大行星，好，这个是太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太阳系，我们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然后地球第3颗行星是不是绕着太阳这样子在转？有没有绕着太阳在转？可是呢，我们绕着太阳公转，可是我们太阳呢？也绕着一个中心点在转，太阳也不是就停在那个地方，太阳也是有个绕着一个中心点在转。我们看这边说的是什么？我们太阳系是绕行大中枢太阳，是卯宿6卯宿星的7颗行星的其中的1颗，并且已经开始进入光子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宇宙当中有所谓的那个我形容说这个很像我们在学校在那个跑操场那个400公尺的时候，跑一圈不是400公尺吗？是不是有一区因为跑接力赛的话，是不是都会设那个这个接力这个位置？好，所以你就想象呢宇宙中它有一个像甜甜圈一样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能量加速，它是一个光子较为密集的区域，我们称之为这个叫做光子带这个叫做光子带。然后呢，我们现在绕着这个卯宿星的这个太阳系，绕着它这个每转一圈的这个周期就是大概25000年你可以说26000年，就大约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我们每绕一圈过去的时候呢，因为呢这个跟这个光子带像这个甜甜圈的形状，它刚好就像是在我们在接这个换棒子的这个接力区的那个位置所以会碰到2次。所以呢，把这26000年呢切一半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进入光子带每次会有2000年的这个大概20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然后呢，在这个跑道的这个环境里面大概是11000年所以呢，我们在每次25000年的周期里面，我们都会面临到某一些的这个加速的这个时期这加速的这个时期。好，这就是进入光子带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看一下1的法则是说，我们地球上的这个3年级的这个教室，它经过了3次的25000年，那刚刚好呢，就在我们各位朋友现在还会听得到这场分享的这个朋友的话你假如不是20年以后或者是多少年以后才听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播带回放，你现在是听直播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真的是恭逢其盛，我们现在正完成了地球的这个3年级的教室，它绕了这个75000年，它足足绕了这个3圈之后，那它现在已经正式的要迈入第4，变成4年级的这个教室了。这一个地球的这个环境，它已经迈入了4年级的这个教室了。所以跟着呢，在里面的这些同学们，我们也要跟上，变成4年级的学生，以及现在开始投胎进来的，就是1的法则说，我们会透过人类的这个生育，我们会生出自然而然的生出那个 DNA 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新人类外表还是长一样，它不会变成6只手了但是
我们会发现现在孩子是不是某种程度好像特别的聪明？以前都说什么几岁抬头啊，以前听奶奶说什么，孩子出生啊，几天才会睁开眼睛啊，3个月啊，脖子印才会什么动啊？你看现在的孩子啊，哪需要那么多天啊 ？OK， 好，然后有一种解释说现在营养比较好，那真的是如此吗？所以我们有一个比喻嘛，在电缆小孩的那个比喻就会说，现在来的这些小孩啊，我们早一代的人啊，年纪较长的一些人，我们很像是单核心，顶多双核心了不起。现在来的孩子用手机来比喻，用电脑来做比喻，动不动就8核心、16核心。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孩子有这种过动症、注意力不集中症？为什么？因为他 CPU 很多然后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用1个核心跟你沟通之后，他就心电感应，或者是因为很聪明，知道你要干嘛了，所以他的第2个核心开始启动了，因为他可以多工处理。好，这是一种新人类的进来。还有一种，当时候呢，因为地球呢即将要面临就在几十年前，这个伊勒法则你想想看，它是1981年的时候传下来的，所以呢，在过去的这30几年期间，因为地球呢正在进入这个刚好在面临2012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上面，所以在这个过去的这个途中，有非常多所谓的什么，有所谓的这个流浪者然后来投身流浪者这听起来像流浪汉其实应该称之为叫志愿者。所以有一本书不是叫这个什么什么3波志愿者有没有第3波什么志愿者，是指说宇宙中呢有很多像 Ra 一样他们这样的群体，还有所谓的个人，然后呢因为地球现在正在面临一个意识上的这个提升，要拉高这个地球人的这个平均的振动频率跟这个意识的这个水准，所以有很多什么，有很多第6密度的个体，他们来进入了地球来进行一个投胎的这个动作因为呢不能够影响人不能再像 Ra 当时这样降下来当时候被很多的埃及人或者是地球的种种文明视作神这个坐这个飞船包含印度的神话故事，什么罗摩衍那等等，哇，他们驾着的那个船这个从天而降然后那个一打下那个武器然后怎么样哇这个神明 OK。这个会破坏他们的这个学习，这个就好像他们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地球人现在我们以开化文明的好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以开化的这个文明好了，我们的科学家然后去那个这个亚马逊丛林有那种几百年然后跟人类其他文明隔离的这个原始的部落，那或者甚至是动物这个狮子等等，我们现在的科学家或生态学家都知道一件事情，不要轻易的下去干扰它，除了说会带病菌给它之外，那么还会破坏了他们的这个成长的历程 OK， 他们会把外来的神明视作神等等的这样子的这个投射。好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这些流浪者呢就带上了这个罩纱就是待会会讲，就是像我们东方所谓的喝下这个孟婆汤，然后也进入了这个4年级的这个教室，他们明明是已经到了6年级的状态、4年级的状态、5年级状态的很多学长学姐为了帮助呢这个学弟学妹的这个文明呢，所以呢他们很勇敢的然后就投入到这个地球来。那只是为什么会叫做流浪者呢？因为呢来地球玩的这个环境有点残酷有点残酷，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他必须要戴上这个罩纱来参与玩这个游戏。那我就常常做一个比喻，就很像说你本来想要去日本或者去非洲某个国家那个好，随便举个例子非洲的某个小国好了然后呢你要去做志工好了，那本来是善意的要去帮忙你是较为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进步的文明你带着一些东西带着你的这个学问知识技术想要去帮忙，结果你不小心在那个地方终究他们的文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国家是不是有他们的法律的标准？你可能在那个地方，不论是因为你不小心或者是你有心因为你还是有你自己生活生命的需要嘛不小心触犯了那边的法律，不论是因为你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就搞不清楚，然后就涉入了那个地方的这个刑事或民事案件，你回不来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服完你的刑被判10年被判5年你得服完那个刑期才能够回来。所以这一些来帮助我们的高维文明面临一样的这个问题，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个挑战，
它可能会摄入地球的这个业力，然后会导致它没有办法回到它的母星。所以有的人来这边之后呢，因为地球是一个要带上那个沉重的罩纱，100%忘记自己的这个转世的这个记忆的部分，所以他会忘记某种程度就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神圣性，所以来帮忙的这些外星灵魂们，然后真的非常的这个伟大。好，这个维度呢，在一的法则里面告诉大家说，我们在地球上面的这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矿石、地水火风的这些基本的这个元素，矿石，石头各种的这个石头然后等等的 ，OK， 矿物。然后呢，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觉察的周期，这个很像一个人刚睡醒，睁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只是看就只是在那边看。那一的法则说，地球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地球也曾经只是这样子的低密度的这个星球这样的状态大概20亿年。OK， 好，然后呢之后呢再进入到第二密度，第二密度呢是一个开始成长的这个周期，在第二密度的这个意识状态呢，有所谓的有产生的这些植物，然后动物猪狗鸡牛羊啦，还有昆虫等等。他说呢，这是一个成长的这个周期。成长的周期是什么？是你就知道，他们会繁衍会繁殖不会像矿物这样就停在那个地方，不会动然后他们会繁衍跟繁殖。但是呢，这个第二密度要怎么样进化到第三密度呢？有一个秘诀，就很像你要从2年级生变成3年级生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越靠近一下3年级生的知识跟意识水准所以呢，第二密度呢，他们要再更进化就是这些我们以前都说，那个猪狗牛会不会投胎做人那现在不是很多的猫奴吗 ？OK， 然后什么铲屎官好，然后我的狗儿子等等，很多人说，我跟他感情这么好好，然后他才10几年寿命下辈子投胎来当我的儿子女儿等等有没有这回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的法则说，其实这些动物呢，他们其实只要开始产生了这个自我觉知，因为这个是翻译的问题，那个 awareness 到底是自我意识、自我觉察还是自我觉知的时候呢，他们的确他们的这个意识状态改变了，它的振动频率跟着提升了，它真的就会往上爬，它的这个意识，你也可以说称之为他的这个灵魂，他的精神体，那真的就可以在来生的时候呢就下次就投身到变成第三密度的这个形体，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形态。那一的法则里面甚至说，其实连蚂蚁我们说我们人有7个脉轮，其实连蚂蚁、昆虫、动物等等都有，只是很多的基本的这些昆虫第二密度的存有，很多可能只启动了基本的那个生存的这个脉轮而已，顶多到第2然后不像我们人类有这个为什么叫新生灵复合体？因为我们的这个容器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容器、这个器皿我们的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是我们可以在地球上行走很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大脑，然后这时候再配合我们的灵魂的意识状态，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意识的觉察，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发展这个爱与智慧，然后再往上爬。所以呢，我们第三密度呢是称之为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形式。第4密度呢开始进入了这个爱，那可以称之为说了解同理的期间这个周期其实应该化成一个天使。这个做一个比较很好的比喻，就是它就是一个天使的国度。那天使的状态呢，其实就像我们印象中，你看那些天使是怎么样？身体比较轻盈之外非常具有高度的慈悲心跟同理心，他非常了解人间的那个疾苦，所以你看很多天使的那个表情不是哈哈大笑他是抱着高度的同情看着你，然后就是给予爱，然后给予这样子的这个协助，然后再上去呢，这就是光与智慧的这个周期发展了爱与理解的时候，再下来到第5密度的时候呢，他们物质的身体连天使那种轻飘飘的身体都没有了，它可以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电磁的这样子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光与智慧的这个周期，然后再往下发展就会变成光与爱，或爱与光，或称之为合一的这个周期。那你会觉得说，光跟爱跟光谁放在前谁放在后到底有什么不同？细节我就不说了，大致上来说呢，这个光呢你就可以把它类比成这个智慧。好，然后呢这个爱就是佛家说那个慈悲嘛所以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一的法则往下一分为3，像一分为3的话它的3个主要的这个面貌，那依序其实是自由意志好，然后呢这个自由意志，然后接着就是爱，也可以称之为创造法则，然后再来呢就是光
好，光呢其实是这个有形的，在物质世界，光就是那个振动频率，就是现在不是说所有的粒子分解到后来它都是正频而已吗？那个振动在我们目前可视的这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是什么？它就是光。所以呢，这个光就像是我们用阴阳来说，这个爱呢就像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它是深层的那面。好，所以一阴一阳一个是爱，一个是光。那你可以说是一个是爱，一个是智慧。那在一的法则里面也曾经比喻，这就像是宇宙的一个呼吸，在大爆炸是一瞬间完成的，所有的维度呢其实是一瞬间，就很像水的分层，就立刻呈现出这些不同的这些维度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爱其实看不见，但是呢，它这个爱呢是贯穿整个的这个宇宙。应该说我们人类看不见那个爱就是本身就是那个生命的那个能量。但是呢，这个光是什么？光它可以形成一个结构，然后它可以创造这个有形的这个物质，所以就像是一阴一阳，也像是宇宙的这个一呼跟这个一吸之间。好啦，这个比较神秘我尽量这个做一点形容听不懂没关系，反正呢各位同学可以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个读书会或者是有空的时候慢慢看。那不过其实它蛮像那个赛斯书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字106场集会55万字，然后很多的这个用语因为这个透过卡拉的这个传递，还有他们本来是连语言都没有，他们是心电感应的这个状态所以用字呢就是比较不像我们正常人说话所以阅读起来稍微难一点好，再来，所以呢因为呢 Ra 自己也只到第6密度而已，那他自己都还没有到第7密度，所以他说第7密度呢，他就比较神秘不可知尤其到第8密度更是不可知。那你说到第8密度以后就是宇宙的终极了吗？Ra 说就他的了解也不是，很像钢琴的琴键，你哆来咪发嗦拉西到哆了之后呢，第8个音那个更高的哆呢是更高的瑞咪发嗦拉西哆又可以下去。那个地方因为 Ra 他也只到6年级而已，所以你问他8年级之后是怎么样，9年级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们现在针对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针对人现在到底该怎么样，我们要从第3密度教室都改成第4年级的教室了，我自己要怎么变成4年级的这个学生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石头怎么会变成这个植物然后跟这个动物跟植物呢怎么变成人呢可能跟佛家的6道轮回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来说几个我们的传统的神话故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人呢在集体的潜意识当中好像就知道了某一些宇宙的原理孙悟空大家知道吧？孙悟空的来由是什么在小说里面说他是由灵石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孕育而成之石猴所以他是石头在那边待了非常非常久，就是当那个观察者。刚才说的第1密度是什么？是一个觉察，自我觉察的这个周期，看久了之后好开始然后呢这个有自我的这个意识之后呢，他迈入了这个部分。所以后来呢有没有看到这个石头然后变成这个进化变成猴子，从1变成2。那白蛇传也是啦，从动物怎么样要变人了耶。 OK 好那再来连红楼梦的这个据说写这个因为它有几个版本啦，那它某一个版本据说是红楼梦的作者自己也相信这样的概念。它里面说贾宝玉是谁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口含一块有女娲补天石遗留的这个大青石的那个玉石，然后出生，说他是所谓的神瑛侍者脱胎而成那说神这个神瑛侍者的前世其实是一块就是上古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古玉那林黛玉跟他是什么缘分那林黛玉说是一株草叫绛珠仙草是红色的这个草。那因为呢这个神瑛使者在前世的贾宝玉看他在悬崖边快哭掉了，所以呢他有帮他浇水，然后把他救活了。所以呢贾宝玉呢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林黛玉说他是下凡去要以泪水报答所以最后泪尽夭折了然后呢这个然后之后才跟贾宝玉在另外的时空里面然后再续前缘。你看，所以很流行这种在东方里面我们很流行这种3生3世的这种故事然后来到这个人世间。所以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个1年级变2年级，2年级变3年级的这个过程就是在我们的神话故事里面好像我们感觉
直觉的上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好，所以我们赶快再来看，那这边不是要讲灵魂蓝图跟人生蓝图，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讲座，以及我想只要是有新时代观念的朋友，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个灵魂蓝图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地球投胎投生，我们约定好的一些人，包含我们的贵人，连我们的克星，连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对手寄生鱼何生亮连那个看起来是对手的2个人，都是很好的灵魂上的好朋友因为像这样的黑天使才能促进你成长等等等等然后这样子来人世间做过这样子的这个历练跟历程。好了，问题来了，到底我们应该在这个人间怎么样从地球学校毕业？很多人都说我要了解我的灵魂蓝图，我要了解我的人生蓝图，然后我要走完我的人生蓝图，甚至有人说没有要走还搞不清楚自己的灵魂蓝图，就说我想要改蓝图老师有没有什么课上了课可以改变我的这个蓝图，听说可以活出更好的版本。那你到底要活到哪一个版本你才可以从地球学校毕业？那各种修行的法门包含在宗教里面，有的告诉你说做好人，然后因此呢最后在终极审判的时候你就上天堂啦，从此以后呢你就可以干某一个圣人的脚边，然后永远在天堂。 OK， 做不好终极审判下地狱，你就待在那个地方吧，永世不得超生那也有的这个说法，我们有不同的这些轮回，那也有的法门告诉你说你只要了解这个道理呢，哇，你就断轮回了，就不用轮回转世了真的就不用了吗？然后这到底谁对？好，还不止如此在我们中心有各式各样的身心灵课程，不同的法门。问题有来了你在人间做事的这个时候你到底考虑的这个事情到底是凡事都以我自己为中心，然后呢别人好不好这个不重要，我凡事呢就是我以爱自己然后为最这个优先。一的法则有解释说其实都是朝向我们都说我们要越高年级的学生越往神性，越往那个道，越往那个一靠近嘛。那所谓的服务自我的意思是他从第2密度这样上来这样看着的时候，看到说那个狮子吃掉那些小猫小狗小鸟等等的弱肉强食哪有什么这个公理什么正义可言有没有？我自己就是那个创造者，我自己就要当那个神。所以呢他们会非常喜欢什么？他们会非常喜欢用所谓的奴役占有跟操控的这个方式让别人听命于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黑道的一些电影，或者连星际大战里面的那个黑暗的那个大帝他在诱拐那个那什么绝地武士的时候，都会跟他讲武侠电影里面会有，你想要追求武林至尊的这个武功吗？你想要变成武林至尊吗？跟着我，你就会变成更有力量就可以学到绝世武功，或者变成更多的钱，然后更多的官位。他会用各种的方式，他试图呢其实要你听命于他。那这个服务自我他的这个特质他很喜欢用奴役占有跟操控我们待会来再讲多一点。那我们先把这个基本说完。另外一种呢是服务他人，服务他人呢是比较多人采行的这个路线，我称之为一个叫做做坏宝宝路线，一个是好学生路线好学生路线是什么？另外的一种极性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因为也是另外一种神性的展现。因为既然大家都是神的一份子，我们都是神性，我是神性的创造者，你也是，所以变成怎么样？因此我为别人所做的服务，然后我对别人好，我这个帮助别人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帮助我自己。所以呢这一派他们这个极性或这样子的这个人性的这个呈现，它所呈现出来就是所谓的待人如己。然后呢它会有这个公德心，特别是待人如己的部分在这个一的法则的书里面有列出来。你会发现因为后来有一些书其实是他们 LN 这是光与爱研究所的3位学霸，他们后来有在整理，然后有在出了一些延伸的书等等。特别是刚才那一位灵媒卡拉我们中心出版的这个一的法则首部曲已经绝版了啦那现在变成免费的电子版，在网络上大家可以下载来看。它里面就说了，发现我们各种宗教跟文明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概念。像儒家讲的这个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或者基督教里面会讲的，这个应该要待人如己等等。然后我们会发现连回教等等通通都有类似的这个概念，就是你不要的东西不要对别人做然后你想要的东西呢，然后先给出去，先帮助别人好，也很像当和尚遇到钻石的那个，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先给出去。所以他称这个东西叫做服务他人。那你要怎么从这个地球学校毕业呢？那么我们走好学生路线的话呢，变成你服务他人的这个振动频率跟这个心意要大于51%。
啊，这个是走好学生啊毕业的这个部分。那什么叫服务他人大于51%哦？刚才做了这个定义，我现在赶快举他书中的几个例子，例如说，你今天带了一块这个面包去在面包，然后呢到这个不论到学校啊，或者到公园，或到你工作场所，就你发现呢，哎呀，有人没有带午餐，然后他也肚子饿，本来你自己要独享这个面包的，结果你就想说，我应该要分他一点 ，OK， 这是不是服务他人？就是你有考量别人，对不对？把别人视作跟你一样，待人如己，他也是我的一部分，他是另外的一个神性，我也是。好，所以呢，你就把面包撕开啊，分他一半。可是，在撕的时候，你忽然间又想，我今天要加班可能或要补习我这样今天晚上我可能怕肚子饿，我可能要吃多一点。因此你在撕面包的时候呢，你就撕那个比较大块的给自己，然后就撕比较小一块给对方。好，那所以你注意看，你当时要分享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服务他人的这个即兴。可是当你撕面包的时候，你小块的撕比较小块，故意撕小比较多的给对方的时候，你就开始服务自我了。好，你开始考虑你的这个部分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先讲，不是说服务他人就必须要你看，我们只是要你51%就是你在考虑那个公德心，在考虑他人的时候呢，比考虑自己至少是平等，然后同时呢，这个对于公众大众的利益以及他人的那个部分多一点点，好，51就好了，就可以进到第4密度。现在还没有要你进到4年级就好，没有要你进到5年级或6年级，要求更高的那个合一的那个状态，没有，所以你还是可以独享一些你的这些美食就是偶尔这样子的情况，那只是这个51。书中有另外的一个例子，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开会，然后坐这个椅子大家是随意坐的，哇，结果你发现说你坐的那个椅子那个轮子有点问题因此这个开会的时候嘛，一直摇来摇去，你觉得很不舒服。结果呢，刚好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个同事跑去上厕所，然后呢，你看那个椅子很好，因此呢，你在不过问他的情况之下呢，你就把那个椅子换过来那大家说这是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的表现？这是标准的这个服务自我，这是标准的服务自我的即兴。虽然你可以用那个理由说我有坐骨神经痛我需要那怎么做呢？他说呢，我们假如待人如己有公德心的话，你应该先跟对方沟通，取得对方的同意因为我刚好这个不舒服，或者是刚刚开刀，所以我有需要所以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这个椅子然后呢这个帮助我舒服一点。他说你假如是先问过人家的话，你就还是保有你就还是保有服务他人的那个部分，因为你给予了对方的这个尊重，所以它很重要的部分是你服务他人的这个部分，你要大于51%，你就可以从你的振动频率、你的那个强度、那个电荷的强度，在你这一生结束死掉的时候，你就会进到这个第4密度，就是进到第4密度去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说我们需要反派，所以呢，其实呢，在第4密度、第5密度一直到第6密度的中段以前，都还是会有人走这个负面的这个极性。伊的法则里面的比喻是说，就好像现在的这个伊的法则，他也会讲，它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自由意志。所以这个自由意志的部分书里面 Ra 就说，这个就很像我们给孩子这个自由，你们可以要毕业了然后这次的毕业活动大家可以自行举办各班自行的这个野餐有的小团体的野餐就是一般正常，很多人喜欢办那个风光明媚的那个地方，海边、山边、湖边，有没有然后在白天办，可是不是有那些怪咖同学，有人就是比较特别故意要办那个鬼屋探险之旅然后故意要办在这个晚上然后看起来比较阴森他说这样比较有气氛你会说你这样很奇怪，怎么跟大部分的同学不一样可是在自由意志的这个是最高的这个法则的情况之下，这都是可以被允许的所以就有人他会走这个我常常说这形容说这个坏学生这坏宝宝路线，他进行这个服务自我的这个呈现跟这个表现状态。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大部分的人呢，为什么没有办法顺利的晋升到这个4年级其实我们在那个3个周期不是地球经历3个25000年吗？那伊的法则的讯息是说，每一次的25000年前面的那两次都有这个机会假如地球提早因为你想想看，只要把地球当做一个整体，那地球的这个意识状态跟我们上面居住的人很有关系耶。所以其实
我们就是就好像你的细胞就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一样，所以我们地球上居住的人就是地球的一部分。然后你的细胞的状态跟你的意识状态，其实跟你的细胞的状态是有非常非常高度关联的。所以其实之前的25000年的每一次的这个小周期的结束，假如地球我们已经做出了我们集体意识的这个选择，到达那个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要么从坏宝宝毕业，要么就从好学生这个地方毕业。前面2次都没有，那只是3年级的这个教室，我们就没有再有20亿年的时间了。第3年级的这个教室的时间只有75000年，我们现在地球就是刚刚好经历了3次的25000年。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已经结束了这个75000年的周期，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4密度，已经变成挂牌变4年级教室的刚开始。虽然接下来还会有一段的这个变动期，就好像教室刚搬完这个能量状态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有很多这个上面的这些装潢装饰什么东西要变动，已经设定了就4年级要挂牌了所以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天灾人祸，看到很多的这个变动，你会觉得世界非常非常的纷乱，甚至最近不是网络上一直在流行说怎么好像有那个末世或者是末日的那个感觉来。各位同学不要忘了，就好像青春期的时候，青春期呢就是因为你在长大，所以你会开始骨骼会有所变化，肌肉会变化然后呢荷尔蒙会做变化，然后青春痘开始长出来，看起来在做一个很大的剧烈的变动。可是其实这个时候呢，你事实上是你在进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阶段。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多的变动，我们好不习惯我们在2019年没有疫情之前习惯的生活怎么样可是你注意看，同时现在藉由网际网络的发达，现在只要有一个消息，我们比以前的那个连结速度更快，所以这个也是进入第4密度的一个我们第4密度也会变成一个像 Ra 那样子的状态，会慢慢的变成一个星球意识然后呢慢慢的会变成一体。现在我们才刚刚起步而已，然后你也会发现虽然有这些混乱，可是你发现现在对人权有没有然后对这个很多觉得不公不义的这些事情的这些反抗等等，你注意看大家会觉得没有办法忍受，或者这些东西呢要把它爆出来，这都是我们在变化，在进入一个第4次元的一个征兆跟状况。所以同时加上刚才说的投胎来的这些流浪者，这些本来就带着高维度意识来的朋友们，还有现在出生的孩子，他的带着 DNA， 他就会在这边出生的新的孩子出生就4年级啦，他就配备了4年级的那个配备来啦，所以他的 CPU， 他的显卡，他的可能连硬盘硬碟都跟我们不太一样跟我们这些50、60岁的不太一样，他是就是新人类。所以以前看那个卡通几十年前看那个我们男生会看什么钢弹那些机器人卡通，说新人类有没有？对，新人类不是变成6只手几只脚的变蜘蛛人，不是的外形一样，只是他们的意识状态变得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在60到50之间摆荡的时候，你会变得没有办法毕业所以你要么就是自私自利到这个我都只为了我自己然后这个他人这边讲比较多可是我们赶快来举这个一些例子所以简单的说，服务自我就是考虑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考虑自己自己，我怎么得到更多然后呢这个服务他人呢则会考虑到整体的利益跟公平，然后怎么样可以对大家更好，对他人的损失跟安危的影响，然后因此你会有比较高度的这个公德心。我们没有要让你变成说我什么东西都不吃那只要有穷人然后呢这个只要有穷人我就不吃，我所有的吃的东西通通给这个公园的人，那我的钱呢只要路上有人有需要把我抢走我都不动作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跟别人是平等的，所以你有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需要跟需求，你也要让自己这个活下去绝对不是形成为一种牺牲的状态，是平等状态。好，我们最后举几个例子，因为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我们马上来讲接下来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脉轮系统好，时间还有。我服务自我呢，在一的法则里面有几个经典的这个案例，就是他已经从坏宝宝这个坏学生毕业的部分在比较东方的历史上有一个成吉思汗，他杀死过的这个人数据统计有超过2亿，然后他杀人的手法，每次到一个村落，整个屠城老人女人小孩统统杀掉，因为他用非常高度的这个恐怖的方式告诉你不投降，要不然就是全部像那个样子，知道吗那要让大家怕他 OK。
杀人如麻的。好，包含这个会吃人的这个乌干达的这个前总统，本来是一个军人，然后后来叛变，然后他反正他的那个血腥历史就不多说了，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历史上我们通通会想到的希特勒，结果没有想到呢，大家都想说他应该毕业了吧，到第4密度去，结果没想到一的法则的讯息说，他还不够坏耶，他分数差一点耶，好，他没有坏到那个自私自利只剩下那个5分，服务自己非常高度，服务他人那个小于5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希特勒，你记不记得他的目标一开始是什么？恢复雅利安民族的光荣，所以他对的这个的看法是什么？他包含的他的那个自私自利的部分，他有扩大到他的血统，然后他的这个民族，所以他自己也觉得我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好，然后我是这个为了这个达到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崇高的目标跟目的，然后据说有一部分是他后来战败，然后快要结束他的这个生涯之前类似也做了类似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懊悔或反悔，或者是这个省思的这个动作，所以让他分数差了一点他没有到5分以下所以他没有毕业。但是他旁边有一个，他不是有很多的元帅吗？有空军元帅、陆军元帅，什么坦克兵的这些元帅等等他旁边好像有一位将军他跟随希特勒据说就是完全的就是为了个人他杀人或干任何事情，他也不管什么不管什么理由，他的目的就是反正就是把这些人杀一杀、弄一弄然后呢就自己的这个头衔、军衔然后跟这个位置就可以一直往上爬，就可以跟着希特勒一直往上爬。他旁边那个够坏那个坏宝宝毕业了然后好人毕业的部分呢，经典的大概有这几位，他有说画面上大家一看就知道，德雷莎修女、马丁路德 I have a dream 然后这个耶稣那他们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其实还有一位我没有拿出照片，就是有一个叫做和平使者这个好像也被封为这个，是不是有被正式封为联合国的和平使者叫做马德蕊还是马德莲的这个女士这个和平使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耶稣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他说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学长跟学姐。好，一的法则没有说其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造物主的儿子所以耶稣毫无疑问的神的儿子，可是我们也都是我们也都是这个套一句那个福长老师常常讲的话只有他是我们都不是我们是私生子或者我们是怎么样，我们都是神性的那个一部分没有不敬的意思那一的法则说，耶稣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实他已经是一个4年级毕业，他其实是可以进到5年级的学生了。可是他当时的选择因为在灵魂这个会议的时候，灵魂出生前计划的时候，他竟然做了一个跟别人不同的选择，他没有立刻就进到5年级的教室去进修，他决定他以4年级已经4年级毕业的那个高度因为讲一下这个高度，就是一的法则说，我们在7个密度里面每一个密度都还有7个子密度，换句话说，在3密度里面还有 3.1、3.2 一直到这个3.6然后3.7大才跳到4，然后4.1会有 4.1、4.2会有这个等级，会有这个刻度啦。所以假如你今天毕业的时候是 4.1 你这辈子结束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到 4.2， 你下一辈子出生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就是以 4.2 的那个状态然后出现。然后呢，宇宙中呢第4密度的教室可能也不止地球，他现在只是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大家好好的毕业，因为现在地球变成第4密度4年级的教室，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这一生结束包含现在像我52岁可能各位朋友不知道你20几还是你50几60几都好，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让自己呢已经这个服务他人的这个即兴，大部分朋友我相信会选好宝宝毕业了那你从好学生毕业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继续在地球这边这个教室做学习，要不然会发生2个下场，有一个下场是有可能那个没有毕业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事？你会跑到因为地球已经变成4年级了，所以你不能够再回来，你就会被这个投生转世到宇宙中银河系当中另外的3年级的教室，可能再去经历25000年那个周期的那个行星然后再去。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个没有惩罚，从我们人的线性角度来看说好久我还要再待那么久可是这个很像打游戏你打那个超级马里奥，其实我没有玩所以我不知道，假设他有关卡100关好了你没过这一关你就要多打几次嘛有人就很快有人就很会打有的就是他可能几天100关就破了嘛，
那你可能卡在某一关啊，你可能在第13关、第25关，那你那个地方就打了20次都没过，那你就要打比较多天嘛，所以他说宇宙是一个非常非常公平的地方。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在这一生现在正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待会我最后40分钟要分享的全部都是怎么样从地球学校毕业。那他讲的这个调整脉轮的方式，跟我们一般灵性课程里面的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也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精要的一个分类跟方式大家来听听看。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先到回过来，然后呢来跟我们分享第4密度的这个爱，特别是爱跟同理的部分。所以你看耶稣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爱心。他也没跟你讲说什么人间是空啊，然后去参这些东西，没有跟你讲非常多的爱，然后爱人这个如己，然后他分享这个东西，只可惜后来也是一样面临同样 RA 当时的问题，可能对当时的人来说有一点比较先进，先进到一直到现在1、2千年后，我们才比较懂他在说什么，然后他的那个震动跟他教导的那些爱与智慧你看这个可以传世那么久，那影响力量是这么的大可是当时可能就跟当时的政治结构当时的主流价值有所违背所以就被咔嚓掉了那他在奈世结束之后，照一的法则的说法，他现在已经顺利的进到这个第5密度去，然后再持续在往他的这个路上前进了所以是我们的一个典范一个优秀的这个学长学姐。 OK， 好，那再来刚才讲到这个流浪者流浪者呢他就没有说他到底毕业了没。那这些流浪者呢一的法则说最主要是来自于第6密度，有一部分第5密度跟第4密度，但最多都是第6密度才是勇敢的这个灵魂有着他们高超的智慧等等这样子下来。那他书中列举了几个最有名的，第一个其实就是尼古拉特斯拉。他说像这样子的人一的法则对他的评价说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完美的像天使一般的这个存在然后他来到地球，然后他得到了这个星际得到了刚才说的银河系这个联合国星际邦联的这个协助，所以他们有一直传递讯息给他。然后这个跟我们之前呢在做那个分享台湾的吕应中教授他有得到他母星的这个心电感应，所以他们可以创作出很多的新的东西。特斯拉也是一样，一生有1000多个发明然后他带来当时他这个流浪者这个自愿来地球的这个人，他当时带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真的要拯救人要帮助人完全脱离黑暗，不是心灵上的黑暗，就是物质的那个黑暗。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晚上可以电灯，我现在晚上8、9点可以在自己的书房里面说话还是在用他发明的这个交流电的这个概念。那只是他说这个存有后来的末期的时候，就是他的生命结束之前，后来有做了他称之为有一些扭曲啦那扭曲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参与美国的这个什么费城计划然后包含这个高速武器的这些计划等等他的用途发明被有一点扭曲了。然后包含呢这个爱因斯坦，然后包含呢这个历史上大家都小时候都听过那个疯狂科学家放风筝差点被雷打死的富兰克林，有没有？后来被称之为这个美国国父，100元美钞上面印的这几位但通通都是带着这个高度的这个从较高意识的状态，然后来这个帮助地球的来帮助地球的，所以这个都是他们的这个流浪者流浪者。好所以应该要称之为志工啦，我觉得应该称他们叫志工。好，那讲到流浪者呢，有一个有趣的这个问卷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要多念，我把它放在最后好了那有兴趣的同学或者是听录影的同学，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画面停下来这个是有一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定居在台湾的一位史考特博士这个史考特博士他有著作了几本有关于这个外星人的书，然后包含这个1亿个 ET 一中心出版社出版的，然后它里面有做了一个流浪者的问卷，他问了20个问题这20个问题，假如你的这个回答是的部分比否的多的话呢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例如说你是不是常常做白日梦或幻想有关于 ET 或 UFO 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常常有感觉你的爸妈好像不是你真正的爸妈，你好像有一个失落的兄弟姐妹或失落的家在很远的地方？那你会不会常常看着星空，觉得自己如此孤单？明明爸妈还健在，也没有对你虐待，可是你又觉得说很孤单，你想要回家他说这个部分都是一些这个线索。然后你很喜欢科幻片，然后你很喜欢那些幻想神秘的这些事情等等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东西那么有兴趣这些都是线索但是这不是一的法则的这个内容，这不是一的法则内容，这个就是一个问卷你可以看自己是不是有流浪者的这个特质。好，流浪者在地球到底有多少人呢？在当时1980几年，就是 Ra 他们传讯的那几年的时候，他的数字就有6500万人。然后他说呢，换句话说了，占了地球人口大概每70个人里面就大概一个。那现在的密度就应该更高了因为他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当时就预告接下来的30年一直到这个2012年，为了拉高地球整个的振动频率，让地球这间教室变成4年级的这个教室也分为负面极性跟正面极性所以为了帮地球能够进到正面极性的这个第4密度的这个教室，所以投生了非常多人下来有很多像这个尼古拉特斯拉这样子的人然后来进行这样子的他们光存在就拉高了整个地球的平均值。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分享这个电缆小孩，或我们中心之前几年都还有办的这个 Indigo 小孩的时候，都说这些电缆小孩哪怕他是过动儿，哪怕他是自闭症，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重点不是他的这个脑袋，是他的意识状态。所以 Indigo 小孩的这种包含克里昂的讯息里面都讲，有时候这种高振频的电缆小孩，他光站在一个百货公司，他的振动频率就拉高，这百货公司里面有500个人在里面，他一个人进去就整个拉高他的那个平均值。他们存在就有他们的这个价值跟意义，好好的活着然后他光那个振频就在影响这个地球。所以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分享今天最后的最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在地球上，我们都说我们要除了服务他人这个心态之外，那么你在服务他人之前，我们常说你要爱别人之前，你要真的懂得好好的爱自己，把你自己活成光与爱，把你自己活出光与爱。你就是地球的一个细胞，你就是造物主的一份子。所以你自己活出那个美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你对地球做的最大的帮助比你去创设。所以一的法则里面都讲到，你一个宗教领袖未必比一个家庭主妇对地球的贡献更大假如这个宗教领袖呢带的是邪教起心动念不良的话，可能还不及一个妈妈她是真心诚意的，然后在服务她的这个家人，服务她的整个的这个家族在有爱与智慧的情况之下。所以不是看那个身份地位，而是我们要把自己整理好，然后真正的做好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心身灵复合体，那活出你的这个美好本质，活出这个平衡跟爱与智慧的时候，那你就是对地球最大的这个贡献不是你赚多少钱然后让你或让自己的孩子这个开好车，然后住好房而已不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的法则，他讲的这个讲的这个脉轮不落俗套，它跟别的一般的脉轮系统不一样。他说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我第3眼卡住了，哎呀我的心轮卡住了，被人家做这个攻击了一的法则的概念大家听听看这个我有借用了一位这个网友他所做的这个图片他所做的这个图片，我想之后会把我推荐了几个这个我说几位网红他们说的还不错，就是一的法则的这些背景的可以去参考，还有一些有趣的小趣闻的事情那我现在把时间都聚焦在跟我们的扬升跟我们人毕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关键。除了刚才说有那个概念说我要服务他人还是服务自我，可是假如你在服务他人的时候，你自己没有疗愈好，你是带着这个自卑，或者大家一定有听过表面上都说爱人，可是有的人其实是因为自己状态不佳，自信心或者是自我意愿或自我安全感不足，他很容易变成一个牺牲的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别人或者给别人爱的同时，事实上你是在讨爱的动作你很希望对方因为你这些动作然后来爱你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服务这个时候事实上是因为你自己有所匮乏，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急性其实是非常没有
这个力量的。所以伊德法则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先搞定好你自己。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呢，他说我们下面的这个3个这个脉轮呢，在伊德法则里面这边我就没有配上中文了，后面才有配。到底是我们动物的这个本能本质我们个人的这个意志小我的这个意志力量中心力量这个行动的中心，下面3个脉轮那因为我想大家是可能听众朋友比较多是脉轮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我就让大家先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人有7个脉轮，那因为最高的这个顶轮的部分，在伊德法则里面的说法，它称之为它是一个调控整体的中心，所以它比较不受这个外来的这些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那它主要的概念是，这下面这3个轮呢，会带动我们人世间许许多多我们的人生课题，我们的人生状况。从最下面的，待会会秀图给大家看，包含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包含自我意愿的问题，然后包含自信心然后自我意识等等的问题。然后呢，这下面是比较小我的部分。然后呢，他说心轮是在这个中间，然后心轮呢以前都会说，刚才说会被卡住，人说我喉咙卡住所以呢逐一的治疗。可是呢，伊德法则不是这样说的，伊德法则说你这个就像一朵花这个比喻是我说的你看我们这个花要开花之前一定要是什么？你可能从花开始长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的根怎么样，先深深的扎在地上，然后这个根扎下去，种子种下去，根生出来之后再往上长，发芽，发芽之后长出这个茎或者是树干，然后再长出叶子，然后最后呢才能够长出花蕾花苞，最后你才能够开这个花，对不对？伊德法则的概念就描述这个过程，就有很像这个部分。他说你一定要1、2、3轮真的都畅通、平衡、能量顺畅了之后，你的心轮才会真正的打开。否则心轮就像是一个管制器，一个管制的控制闸，你下面的这个上面的水源这个从下面上来的那个地方不畅通，你的那个根跟那个茎没有长好，这个上来的这个养分或者是能量不足不让你过去，就很像营养不够，这朵花不会开。OK， 好，所以你一定要把下面这几个在地球物质生存的这些人生课题的这些部分，你要把它疗愈好，然后下面的这个管线畅通之后，你的心花才会开了之后呢，心花开了之后，你的喉轮跟你的第3脉轮是自然的跟着打开的。所以心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它不像别的脉轮说独一的去处理。他说你们一直在治第3轮治这个第5轮等等没用，因为他说其实上面这几个轮都是跟神性意志你的那个divine 这个 will， 这个你的神性意志跟你的直觉跟你的这个精神本质神性本质相关的东西。所以其实不平衡的这些思想或者是那种匮乏的东西，它上不了这个你的第6轮，你的第3眼的，你的松果体上不来的，因为它就不是干这事的它是走向高意识的那个部分所以重点就是你像一朵花，你下面的根茎你长好之后，上面自然的去开启。所以关键是我们从下面开始要做好你人生的这个处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分享，我觉得我看到伊德法则里面非常重要的，跟很喜欢上灵性课程，很喜欢上这些疗愈法的这些朋友们那到底我们所进行的疗愈法，刚才说的哪一个疗愈法最好？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产生那种文人相亲的情况，有的人会对一些读书会就有些同学很喜欢体验派的情感的情绪，然后针对这个过往童年的这些伤痛创伤，然后去勇敢的面对那个这个童年的创伤，然后去把它想出来，然后哭出来，然后情绪发泄出来。我先讲这没有不对这是方法之一。可是他们就很容易去嫌弃那读书会的你们读那么多书读什么奇迹，读什么赛斯，读什么与神对话，那很理论呢，都没有那种体验的感觉。你看我们那个上疗愈课，我们有这个情感的这些交流等等那有的同学就比较喜欢体验式的，有的同学就比较喜欢这个智慧上面的。其实到底哪一个方法好，到底哪一个方法对，我们来看看伊德法则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你如何选择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好，我们来看。所以呢，我们刚才来看，我们可以用这朵花做比喻。所以不论你怎么走，伊德法则说，其实你要达到你灵性上面的平衡一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轨迹跟公式是没有办法跳过的。你首先一定要觉知自己，一定要知晓自己 ，knowing yourself， 了解自己，知晓自己，或者是自我的这个意识一定要起来。再来一定要接受自己这个无条件的这个接纳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做到下一个第3个层次，叫做自我实现。那么你的精神状态这个东西呢，它才能够
因为你这个概念就很像你从第一脉轮的这个安全感等等上来之后，都处理好了，你才能够去做自我实现，你才能够心轮打开的那个爱，然后心轮打开以后，你自然你的喉轮、你的创造跟表达才能够顺畅，然后你的第三眼的左右脑平衡才能够真正的发挥那样子的这个力量啊，发挥你的小宇宙跟大宇宙连接的这个更大的这个力量哈。那刚才这个是讲大方向，我们现在赶快来看这张图啊，从这个我借用某个网友的哈，他从这个伊德法则，他的英文我把它配上这个中文的部分啊。我看我们从海底轮开始，他说我们下面3个轮会被我们人生课题以及我们活在物质世界的这个人间戏剧，你会被某一些的主题卡住，那不外乎就是他列出来的这几个主题。然后右手边的这个 unblock， 左手边的这 block 是你会被这一些状况跟这些原因卡住了你的最根部的那个部分，这朵花第一个动作的根又没长好的，然后右边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去解锁，去让自己被解开这个部分。那因为我们的人生蓝图，我们的灵魂蓝图来的时候，通常就为了体验人生嘛，所以一定会安排伊德法则里面称之为催化剂，我们会发生安排一些人，安排一些事件，可能投身在一个酒鬼的父亲的家里，投身在一个很没有自信心的母亲的这个家里，那因此呢，它变成你童年的一种家庭教育原生家庭的一个状况，然后让自己变成没有自信心，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自重自爱，然后最后你人生的挑战，藉由出社会之后去学习，或者感情碰得满头包之后决定改变才学到说原来这个自我的这个爱自己尊重自己是怎么回事你会有这样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你的海底轮通常会被什么原因所锁住？恐惧。好，然后对性的羞耻以及扭曲的观念，就是你那个性能量跟其实伊德法则里面其实特别是卡拉他自己写的这个伊德法则首部曲那本黑色的书我们最后会介绍给大家，它里面谈了非常多每个脉轮的这个性能量的这个运作不是指特别不是指性爱的那个部分，它指的是这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生命力，一个很原始的生命力跟动力，好好运用的话呢，它可以变成我们在物质界就是需要肉身嘛，那我们的肉身就是我们在物质界行走的这个工具。所以伊德法则他说为什么要爱跟光？因为你爱跟光跟这个神性意识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需要这个身体，很像你要玩那个线上游戏，你玩金庸群侠传，你总得设定一个角色吧，你有一个角色进到那个游戏里才能玩啊，否则你就是这边隐形人，你怎么做所以在人间戏剧里面，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载具那需要这样的工具，我们的肉身。那我们的肉身里面很重要的这种原始的这种动力怎么样有爱跟智慧的来运作它？我们来看，对性的羞耻及扭曲的观念，缺乏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然后对身体性方面的这些创伤有人小时候被虐待啦等等被性侵啦等等，这些创伤很容易让你的海底轮、你的根部的发育就不好，所以这时候要去疗愈它。大家也会说疗愈的2大方向，所以呢解锁的方法是什么？全然的接纳这个人性，然后以及呢对于正视你的这个肉体。所以有很多修行的朋友其实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可能也会有可能特别有人说喜欢上灵性课的朋友，很多上3轮很发达，然后下3轮都不落地，有没有然后这部分有很多修行的朋友，不只是新时代很多走修行灵修的朋友，在宗教界也有这样的人不太重视身体嘲笑身体是臭皮囊伊德法则说不这个你也要正视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需求跟健康，否则你身体都没了东西都给别人吃，自己都不吃，饿死饿死人，那你也不能毕业你也不能毕业不是用牺牲的方式、不健康的方式去毕业的。好，再来，所以第2脉轮到这个地方，这称之为与自我的关系通常我们的这个第2轮的这个部分也常常被称之为这个跟自我的意志有关。我们来看，他说你会被卡住的是你的情感创伤、你的自我批判然后你会渴望拥有或被拥有有的过强的人会想要拥有别人，要听我的话刁蛮小公主，不听话我就让你不好过，我砍你，我跟你说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很弱，我需要被拥有，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决定。所以我常常说有很多人是都在找自己的主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我意志我不晓得我要干嘛，做决定好麻烦，压力好大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然后我该怎么办，就很像没有发育完成的小孩一样，我需要爸妈来告诉我这东西该怎么做，人生该怎么选那因此你就会渴望被拥有
上瘾症。好，现在很多的你说很多的3C 或很多的什么，因为他自我意志不足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脉轮课的时候就会讲到，所以有很多人哦，很多人会当那个什么粉丝有没有？为了见刘德华哈，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有没有 ？OK 好，倾家荡产也要见自己的偶像歌迷等等，你为什么会把别人看得如此的重要，然后胜于你自己的人生？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所以你没有自我的意愿，你没有自我的这个意志。OK 好，所以你要解锁的方式是什么？宽恕自己。其实这个是 forgiveness of self， 待会有个 self forgiveness， 这个里面的宽恕包含那个原谅这个曾经得罪你的人。OK 好，那原谅自己，我们待会会谈到宽恕forgiveness 的部分。伊德法则说，这个几乎是终结你的这个人间戏剧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办法宽恕自己，进一步的宽恕他人的话，你会因为这个爱恨情仇看不穿他欠我钱，他欠我情，他欠我什么东西，我们再相逢吧。你就一直卡在某一种的这个业力跟某种的作用力当中。你所下的誓言誓约，我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那你看不穿人间的这个幻象，很难离开。就会有一股力量一直让你回来。所以这边讲到灵魂蓝图，我顺便讲一下就顺着这个流。我们不是在灵魂蓝图课的时候都会说，每一个人呢在出生前都还会去经历一个灵魂蓝图的这个出生前计划跟会议吗？那伊的法则里面甚至有提到假如你这辈子毕业的时候没什么进步，例如说你之前是3.5，然后这辈子结束，你的目标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别，下次还是3.5。那他书中有举一个精彩的例子，刚才不是说那个阿肯纳顿吗？历史上的那个埃及的某一个这个法老王，那他说他那一世结束的时候呢，他回顾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反省跟检讨，他觉得他唯一没有放下，他进步了某些地方，可是他唯一没有放下的是对那个权力，他对那个权力的那个控制跟掌握还是有所迷恋的部分。这边说了上瘾跟迷恋的部分，所以他决定了拟定的计划就是所以我决定放下对权力的这个依赖跟这个迷恋。可是自己也知道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就完成这个作业，所以他可能就会接下来3辈子都在面对人生，都在面对有关于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或者是对他人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课题。所以有的人一结束人生的时候，不用太久的在做什么灵魂出生前计划或会议，有的人很快就直接再去很快进到下一世去了。为什么？因为你这学期的课题跟上学期要修的科目一样状况差不多所以也不太用修改什么计划，只要有一些值稍微改一下参数就可以去了没有重大的改变所以也会有这个问题宽恕自己，再来爱与接纳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不同点，要能够看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花朵，你要懂得欣赏，懂得去用它。好，再来第3脉轮太阳神经丛，这个轮呢主要在看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你看刚才那个是跟自己的关系接下来第3脉轮1、2、3把它打通那当然第一个脉轮是生存跟性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安稳的活在这个地球上，同时有这个动力第3脉轮来了，这个会卡住的原因是社交的焦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这个互动，骄傲或者是嫉妒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哎呀，隔壁家的孩子总是比较优秀爸妈常常拿你跟人家做这样的比较，有没有骄傲跟嫉妒的这个部分比较？你看这个一比较就变成什么？你跟他就是分离的，你跟他就是分离的了。所以这时候是服务他人的服务这个自己的那个倾向，我要比你更优秀就会走上那个路线那走上坏学生毕业的路线好，我再强调一次，我只是用好坏来形容，但是伊德法则说他那个也是这个宇宙中需要的在6密度以前需要的，就像电荷的正跟负一样只是我们暂时用一个比喻这样来说它。再来，渴望崇拜他人或被崇拜，你看这标准的操控、奴役、宰制然后的这个部分。所以过强的人要别人崇拜我，然后过弱的人呢，过强的人希望被别人崇拜，然后呢这个过弱的人我觉得我要崇拜别人。所以我先讲一下这个在负面极性的时候，我们说他坏学生坏宝宝毕业，那伊的法则里面有提及，你的想象以为说那些那些负面存有，那些服务自我的人，你以为他们是像那个黑道电影里面留着大胡子然后呢嚼着槟榔或者像这个黑道兄弟那样吗？不是不是用这样看外貌的。他反而举例说，有很多可能像是一个邪教的领袖，甚至是一个
可能要卖你这个不好的产品，然后要拉你入某一个不是那么正派的这个团体的推销员，所以他们常常有时候甚至服装会穿得很漂亮啊，很注重自己的外形，然后呢这个会说出让你很想听的这个话语 ，OK。好，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是希望让你好接受他的这个指挥跟指导，跟着我哦，保证你赚大钱，跟着我哦，保证你学会绝世武功，你可以得到更大的力量，好不好啊？所以呢，他判断的一个标准跟方法是什么？很多的这些负面存有的特质，他们很喜欢搞阶级，然后精英制，你进来我们这个最优秀的小圈子有没有？你就会很棒 ，OK？ 所以你只要跟着我做我的手下，有没有？包你享不完的这个荣华富贵等等，他会用这种东西来诱使他人。所以甚至呢，越高级的这个越厉害的黑道大哥，现在黑道大哥，你以为是那个满脸横肉，让你一看他就是黑道大哥？没有，黑道会漂白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外形上面可能会跟可能跟一些社会上的主流人士差不多，甚至开着更漂亮的车，穿着更漂亮的这个衣服。好，然后可是问题是他的言语里面是否有这种精英制？好，然后这个很喜欢做这种这个比较的这种操作，好，然后阶级的制度，所以他们讲了90%、95%以上的话语，听起来可能也是光与爱，可是唯一的那个东西，那个微妙的地方，操控点就在那个地方。好，再来受害情节，刚才说的这个受害，所以这个解除的方法，自我的宽恕、自我的接纳、释放对外在认同的渴望。所以你看你要把1、2、3脉轮，换句话说，你把你自己人性上面、兽性上面的，还有个人小我意识的那个部分，把它做了一个克服之后，然后把生命中的这些创伤跟疗愈，把它处理好之后，你这朵花的根部跟它的茎部的发育才能够顺畅跟健康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花蕊就可以开了。你的心轮呢，在这个方向之后呢，就会去这个打开之后就会去打开。所以我们再往上看一下，所以在心轮这部分，它直接只会告诉你，这个是一个通往合一意识的门户，从心轮以上开始进入较高的这个意识，进入你的这个神性意志的这个部分，进入你的精神性的这个本质，不再是动物性的这个本质，是精神性的这个本质。然后同理心跟这个宽恕是同理跟宽恕的这个中心，爱的流动嘛，对不对？待人如己然后你的爱看穿所有东西背后的礼物，跟看穿所有人的这个天使，然后看穿人世间的这些戏剧，你有高度的这些同理心，知道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OK 好，然后这个兄弟姐妹何苦为难兄弟姐妹呢 ？OK 你就会有高度的这个慈悲，然后开始出来所以宽恕、爱跟服务他人，这个是启动心轮最重要的基本。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动力，可是在你刚才没有做好自我的疗愈之前，待会马上就要讲到疗愈的2大路线了之前你的宽恕跟爱跟服务是非常缺乏力量的，会是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怎么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你连自己都没有原谅了，你怎么有办法原谅他人？我常常形容说，这很像你自己口袋里根本就没有钱都不够，到时候你借人家10块钱，然后下一秒就跟他说，我不行还我5块吧给人家的这个爱跟这个宽恕跟服务会是非常非常没有力量的，难怪花儿不开。好，这个心轮开了之后呢，再往上的喉轮跟我们所希望的这个第3眼更快的直接的打开。我们来看，所以它是一个诚实跟真诚沟通的能力然后自我表达，包含创造的力量，不畏惧他人的一种辐射你可以展现出来的自我表达，不畏惧他人。好，所以呢喉轮好好的这个启动，包含对自我的这个了解，对自我的这个认识然后呢包含呢承诺真实就包含这个说这些真实的这些话语的时候，你的这个喉轮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所以这个喉轮它的主题是什么？是智慧与真实。智慧与真实，当你疗愈好了，然后你的慈悲也出来了，这时候你说出来的这些话语自然的充满了这个智慧跟这个真实。所以假如你下面没有弄好的时候，你说我只要开喉轮 OK 好，可是你下面就很多的受害，很多的牺牲怎么顺畅，对不对？好，所以它跟坊间它不是坊间，就是它跟一些疗法不一样，你不可以单独疗愈这个地方它会鼓励下面3个弄顺畅了，上面的自然好所以还是从这个地基把它打好。所以再来第3眼是大家很喜欢的，他说这个跟精神视野其实是
是灵性上的这些精神事业，跟 empowerment 让自己更有力量让自己更有力量，然后有关系所以呢，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中心，然后呢，应该是说针对那个造物主，瞄准这个造物主，就是瞄准一个更高的意识，瞄准那个更高的这个意识状态，然后包含你的精神以及这个超自然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所以为什么那些间脑开发啦，然后所有的超能力开发，包含西瓦心灵术等等，其实在练的东西都在练很多的这些功法，在练这个第三眼。那只是目前有些功法透过声波什么，它去刺激这个第三眼。有没有？或者说我现在只用水晶，只用能量灌在第三眼，强迫要把第三眼撑开。照一的法则来看的话，这个会不会揠苗助长哦？你下面都根基没有好好，武侠小说的话，这样就要走火入魔了，对不对？基底没有好的，硬要练这个乾坤大挪移第几重的时候上不去好，再来那启动了要好好的去也启动它的话。的这个第三眼的部分，包含更好的这个自我赋权 empowerment 就是这个更好的这个赋予自我的这个力量，内省，然后自我探寻，然后以及沉思冥想有关于这个造物主的这个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在沉思当中去跟造物主做一种更内在、更深层的一个精神连接。所以这个部分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所以平衡打开自己脉轮的路径，由下而上，基本的一个精神，这个知晓自己、觉察自己，然后真诚的这个接受自己的本质，包含自己人生戏剧中发生过的这些东西，然后要去疗愈，然后之后呢，你就能够做到心轮以上的自我实现，那个创造表达的喉轮，展现你的独特性等等，这个都是好。那再来我们要谈有效的2种疗愈平衡途径，这个在一的法则里面所谈的，就是目前呢我们在疗愈呢有2种的途径，其实呢各有它的巧妙之处，所以呢，不论你现在所学习的疗愈方式，或者是你喜欢的什么疗愈方式呢，都我们可以看看它比较属于哪一种反正就不是他没有说那种是师傅帮你这个师傅说你拜他，我就帮你业力拿掉，没有这一种那我们来看他说的2种是哪一种？第一种呢被称之为说它是一个透过情绪，透过你的这个情绪的反应去转化你的情绪的方式。这种方式呢，我先用文字描述，大家立刻举例这种疗愈的这个方式呢，它很痛，它会让你很痛很不舒服，你可能要去因为情绪就是什么东西会勾起你的情绪那像我常常在做演讲或因为这2年做线上课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同学世界各地的华人同学，有人会来问，然后他个人的这些问题像前不久才接到一个就是小时候这个被学校的这个老师然后性侵害等等，然后出了社会又遇到类似的这些事情的等等，他在上课当中他回想起来非常非常的痛，那可能压抑的很深所以他说第一种方式透过情绪转化，就是针对你所浮出来的负面情绪，然后你让自己呢去没有逃避，去看尽我的情绪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以前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直接去看它，然后直接的去经历它。小时候你可能经历那样恐怖的情景的时候，你可能关闭了自己，让自己产生了另外的一个人格，或者是我就不要看就好了，然后就让自己压抑下来，一股愤怒一直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就很像你发现自己情绪不对劲了，有个东西在下面躁动，然后把盖子掀开，让你勇敢的看进去，然后看进去不逃避之外呢，你还怎么做？你还要好好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下去，然后去经历当时候没有经历完的完整的那个情绪，然后让自己的那个悲伤或者是痛苦或者是愤怒，让它完完全全的经历流经你的身上，然后把它哭出来，把它喊出来，然后让这股能量真正的从你身上这样发泄出来，非常的痛，但是他说非常有效。有时候这样一下去，你这个不愉快不开心10年20年的东西，在一次的疗愈过程当中然后就把它处理完了。所以你是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个伤，然后你去爱它，去接受它，而不是没有去对抗，没有要去掩盖它。它称之为这种叫做比较阴性的这个方法，让自己没有，我不要用阴阳来说。他说这个方法呢，就是透过情绪，然后它的重点呢是做这样子的转化，然后这样子的方式呢，不用知道太多的什么智慧的道理然后比较痛但是很快，他称之为说很像一下子上断头台，咔嚓一刀就把你的那个痛斩掉了然后
那另外一种叫做智慧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参加这个一的法则的读书会，参加赛斯的读书会，参加与神对话的读书会，然后学习说，我们就是这个人生的这个创造者哈，或者是这个与神对话说在世而不属世哈，然后奇迹课程告诉你说，人间呢其实就是这个小我的这雅的投射啊，等等等等所造的。好赛斯告诉你人间就是我们是人生的这个导演、编剧兼演员啊，等等啊，好当下只是威力之点就可以改变啊，等等。OK， 你借由这一些理性上面的知晓，一种智慧的知晓，它就不是一下子砍头它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片一片的掀开，一片一片的击破人间的幻象，就好像当时是邀请那个其实第3本书这个它英文版才刚出来，打算今年下半年再邀请他，就是那个灵魂出生前的计划的那个作者，从未知中解脱的那时候灵魂蓝图的这个概念，灵魂出生前计划出来分享的时候，哇，很多的这个我记得我到一些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孩子是比较有这个问题，唐氏症儿童或者是家里的这个孩子有较有智商的这个问题的这样子的这团体去演讲的时候，哇，很多就是好几个妈妈曾经跟我分享，就是他们听完这个演讲会哭不是我讲的多好，而是说他忽然间听到了一种不同的想法跟看法。因为传统的看法会说，生出这样的孩子一定是你上辈子造了孽或者是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从灵魂蓝图的角度来看，有时候这就是勇敢的灵魂然后这个的孩子，除了他可能是电男小孩之外，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孩子是你的灵魂伴侣，借由来养育他，然后让你放下一些骄傲，然后让你体会一些，因为那时候有的妈妈家世背景非常好，从小也是掌上明珠等等，哇，生出这样的这个孩子，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这些打击。可是在这养育，我就问他，在养育过程中真的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吗？有没有改变你的人生？你有没有看到他背后的这些礼物？所以我们借由认识这一类的概念，知道说我不是人间的受害者而已，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有礼物，所有的人都是天使的过程里面，你开始对人间是一个可怕的折磨这个五浊恶世忽然间在你看起来忽然间变成它不再是五浊恶世，然后慢慢的从当中拿回自己的力量，就会达到零极限中所说的从受害者开始变成创造者，甚至你更有智慧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跟这个宇宙来进行这个顺流从这个神性顺流者的这个眼光来看待这个人世的时候，他说这种方式你不会有很多的痛苦，不会让你那种像砍头那样子好痛的那个部分，比较花时间，但是呢，它一点一滴的从智慧的层面去解开你的对人间的这个幻象，然后把你的这个痛苦从知识层面，然后去把它化解掉。所以其实这就是不同的修行的途径而已，所以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要不是你自己什么都不用努力，你钱给我，你躺在那边你就好了的这种方式之外，你会发现你只要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你用情感层面的，所以你看有一些情感层面的东西，他们没有跟你讲太多的大道理，没有讲太多的宇宙法则，什么人生到底来是怎么回事，像我们今天谈的一的法则这样的内容可是你看了解这样的内容，也可以知道你即将要去走的这个方向然后解除你生命中的痛苦。所以你要疗愈好你这些部分，例如说你本来是很没自信的，本来觉得因为从小家庭教育爸妈都很没自信，然后都说隔壁家的孩子好，那当你听了这样子的智慧之语或高维的智慧之后，你知道说原来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花朵，其实不用跟别人比较的，爸妈这样把我跟别人比是不对的，你重新教育自己，然后开始培养出自己的独特性，开始懂得欣赏自己你可能那有的人去哭有的人小时候爸妈重男轻女他去哭，然后把那个伤痛先流泻出来不同的方式 OK 好，所以它都是可以的途径。但是宽恕呢，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说了，你要离开这个地球，要从学校毕业，其实离开地球，从地球毕业，你看照 Ra 的说法的话不断的往上升的这个螺旋跟能量一样，你3年级毕业了，那4年级然后后面还有5年级还有6年级好，可是他说那时候你就会充满喜悦了，因为地球真的是晒3密度的这75000年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们的罩沙很重，100%的遮起来。好，那之后你到4、5密度的这些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只有说以前只有传说达赖喇嘛等等，他们可以转世灵童，知道自己带着记忆来转世你在更高维度这些东西罩沙就没那么重了，
你就知道自己到哪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等等所以我们要趁这一波好机会。现在是历史上修行的最大的好机会，因为75000年的周期结束了，我们的教室，我们地球教室已经正式挂牌要变成4年级了。所以各位朋友，不论你20几或者50几或者60几，在我们这辈子结束之前包含我自己也是对自己这样勉励的，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毕业扬升那以前有一个翻译词叫收割啦现在可以认知为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叫做翻译成就是扬升，你可以从这个3密度毕业，然后变成这个4年级的这个学生。然后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我们在刚才记不记得一开始放的那个甜甜圈，我们在这个光子带当中，每次进入光子带，所有的这些进展都提升了。所以各位朋友会发现现在只要是现在要修行的朋友，就很像你好像趁着现在海水在涨潮的时候，你跟着上去，特别的快。所以很多的说法是说，以前要练10年才会达到的功力，现在你1-2年就会了。所以我发现2014年之后为什么是2014年之后？因为是2012年之后英文书先出来，然后翻译过来台湾大概花1-2年的时间，然后中文版出现，我就发现2014年来的之后的很多的通灵讯息，或者是灵性书籍，或者是灵性功法，用了很多神奇的白魔法。然后这些东西呢，它借由简单的，不论你是说提问也好，或者是就是很多很基本的这些东西它就有效。可是以前要花10年的东西，现在1年不到，然后就可以上手，就可以运用。为什么？环境变了呀！你现在处在4年级的教室那个整个的环境的能量状态，跟他给你的这个原始的这些配备，通通变得不一样啦。所以跟着这一波，现在从事灵性上面的这个修行，那我再强调一次，不是修自己的什么，很多人在想象说我的法门的目的是要修自己明心见性，所以我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我要起那个着火，我要起我的孔达尼尼等等。请注意，一的法则说了，关键是那个服务自我的部分，关键是你先做好自己的这个平衡，让自己的那朵花开了，然后之后呢，开始在一个自己自己圆满，然后呢自己身心健康平衡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去服务他人，做出有爱跟有智慧的这个服务他人的这个倾向，这是毕业的这个关键。所以并不是毕业，并不是你修成了某一种的神功你会他心通的你会读牌了你会算什么东西的 OK 好，所以我想佛陀不强调神通，或许也是同样的这样子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一的法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今天刚好讲到9点好，这个55万字要抓那个重点，还要挑出跟灵性的东西，还希望跟网络上的网红朋友讲的不一样这个我今天就是尽力跟各位朋友们分享那还有很多细节精彩之处，或者有一些地方或许没有办法这个再多深入的，那我就挑选我觉得平均值来说应该是各位朋友不论你接触这个领域的深浅，或者是第一次听一的法则，我希望都可以为你带来一些启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的在这个路线上面我们都可以扬升毕业，好吗？然后最后呢，我想换一张投影片，我想用一个一的法则里面的一个寓言故事来当做今天的结尾，因为当时这个故事我非常的喜欢它的这个比喻故事呢，也刚好可以总结我们今天谈的整个，我们从如何从这个爱中跟智慧之中然后从这个地球然后扬升到下一个阶段利用这个天时最佳的这个时机点我们来看一下，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网站，这个就是我说有我支持技术层面，我们其实已经弄了10年了，有改过版，可是10年来我们其实都有在维持这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呢，它的网址是你打 LOO 就是一的法则 Law of One LOO 点 soul SOUL 就是灵魂点 TW 然后或者打中文字星际邦联与盖亚后援会，那时候我们就取了这样子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网站当中呢大家现在有看到画面上有这个研读一的法则与相关资料然后呢然后以及目前的读书会主要由 Terry 在这个主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他一开始真的是以一人之力然后来推广分享，包含我们中心会出版一的法则的书，我们中心唯一出版的2套书通通都是一的法则他的106场的这个集会还有一的法则的首部曲等等。那这个
网站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一的法则的中文书，繁体版、简体版什么版这个公益免费版、商业共享版那通通在这上面大家可以这个去这个下载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是真的纯粹的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我们自己说的服务他人。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要给大家看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寓言故事好，地球纸牌游戏这大游戏地球生命纸牌游戏的唯一获胜方式是一的法则里面讲的寓言故事。我觉得就像与神对话里面有那个小灵魂与太阳的这个故事一样非常的小巧可爱，但是又涵盖了它的这个精神他说假如我们的地球生命是一场扑克牌局，我们要如何赢得这一场地球牌局并且毕业我们来看看一的法则是怎么告诉我们的答案基本上的方向是在爱的融化下输掉手上的牌我们来看 Ra 是怎么说。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看到所有玩家的扑克牌，于是他知道整个游戏这场赌博就会变成孩子的玩耍，就是说当看到底牌的话就不好玩了嘛，所以我们不可以看到不可以事先知道底牌，就跟灵魂蓝图一样，我们东方叫喝下孟婆汤，西方叫做戴上罩纱，我们不要去这个我们这个不能知道这个答案才能够玩嘛，要不然你就是作弊了呀我做任何的行为动作我都知道这样可以得分这个你就很那个居心不良嘛，这不好玩，没有趣味所以呢所以他说现在他要做一个比喻，在时间空间中，在真实颜色的绿色密度中，所有玩家的牌都是敞开的，所有的思维感觉困难都可以被看见，没有欺骗也没有渴望去欺骗，因此许多事情在和谐中被完成。它是指在第4密度以后，当大家有心电感应之后大家开始合一，在我们地球变成4年级教室，现在是因为刚开始，我们发展到第4年级的教室的末端，就是即将要变成5年级的教室之前，我们人类也会开始都会整个变成一体的那个状态好，我们看3年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OK 好，他说呢我们手上的这些牌我们假设在玩牌玩牌不是把手上的牌怎么赢这些牌里面包含有爱、有厌恶、有限制、有不快乐、有愉快等等，他们不断的被打出来，你可以在此生开始然后知道自己的牌，你自己身上有这些东西你可以开始发现你内在的爱，你可以开始平衡你的愉快、你的限制等等，刚才说的整理自己下面的人生课题的3脉轮无论如何，唯一知道其他人手上牌的方式呢，是看入他人的眼睛，告诉你怎么样赢怎么样玩这场大我的这个游戏，把小我变成大我的游戏的玩法，就是你这个看入他人的眼睛，你已经忘记自己的牌了，你也忘记他们的牌了，你甚至忘记了这个游戏规则。那这个游戏的唯一获胜的方法是什么？大家在牌局上面是在爱的融化下输掉你手上的所有的牌，唯一的获胜方式是放下你的愉快，放下你的限制，将所有的牌摊开放在牌桌上给大家看，然后并在你的心里面说所有人，所有在场的这些玩家，每一个其他自我。所以一的法则里面常常讲，他称别人都叫做 other self， 另外一个我 OK， 不管你手上的牌是什么，我爱你。这个游戏是去知晓，去接受，去原谅，去平衡，去开放自我，在爱之中没有遗忘过程，这些事没有办法被达成，因为若不是如此，对于新生灵存在全体而言，这个生命过程就没有重量了。所以他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流浪者现在地球上的流浪者听说就是自愿来的志工超过1亿人很可能现在会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很可能你就是其一，你不知道是不是，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卡在地球的这个业力当中，或者你是靛蓝小孩，或者等等，或者你还很年轻，你就真的是投胎来的这个原生的这个靛蓝小孩等等。可是要玩的方法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说服务他人，然后呢看入别人的眼睛里，然后摊开一切，然后我爱大家，因为别人就是我，然后我也是别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小我消融在一个更大的这个爱里面，好，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完成了你人生的这趟旅程，然后从地球的3密度，然后毕业，然后进入一个更具备爱，然后跟同理的一个境界里面去，那是一个天使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是一的法则里面告诉大家断掉在地球的功课虽然你还会在其他的时空进入更高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谢谢大家的今晚的这个聆听，然后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个地方。